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盾飞江。顾名思义，这个队伍就是加入了 SP 张飞的进化版盾江。盾江在陆服一直以来都是一线的队伍，只可惜在国际服反弹被削弱后，一直都出不了场。盾飞江可算是第一支真正意义上能拿得上台面，并出得了场的盾江队。同时，它也是这个版本里强势的抗队代表之一。盾将在下一个版本 SP 张辽和毕方加入后，还会获得进一步的提升。不过，这也是盾将系列的最后一支队伍了。SP 张辽上线后，辽神就会正式取代江天帝接管三国志大陆，成为三换人手一支的必备武将。现在我们就来正式开始说说盾飞江应该怎么组。盾飞江基本绑定了5个成员 ：SP 张飞、姜维、水镜、左慈和专武高顺全是必备的，只有最后一个位置可以替换。盾飞江的 SP 张飞使用的是关羽羁绊，我目前是3火，但是1火应该也可以玩。不过张飞有没有5火，在强度上当然会有很大的差别。5火张飞无论是输出还是增伤能力，都和3火张飞有着天壤之别，这个差距甚至比 SP 赵云的3火和5火更大。SP 张飞给盾将带来最大的质变就是，从此盾将不再是一个只能依赖姜维来输出的单核心队伍了。要记得，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多核心的时代，双核甚至是3核在未来都是很常见的事。SP 张飞的加入提升了队伍的输出能力，也增加了队伍的容错率。即使姜维挂了，后续也还有 SP 张飞可以继续输出。SP 张飞为盾将带来的不仅仅是多出一个输出核心，他还为姜维带来了盾队非常缺乏的增伤。SP 张飞的龙魂技能降低敌方的最终抗爆，这也是变相的增加了我方的暴击率。1火的单体攻击暴击后，把敌方的增益转换为减益的能力，更是可以大幅度削弱敌方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这一队里只有 SP 张飞是单体输出的武将，所以无法像鼠突一样将这个效果发挥到最大，而且姜维自身也没办法激活这个能力。姜维真正能从 SP 张飞身上受益的是3火增加的最终暴击率和5火提升的蜀国武将最终伤害和最终命中率。有了 SP 张飞的辅助，姜维的暴击率就可以更稳定，输出也可以更加暴力。另外 SP 张飞也是少数释放怒攻非常快的防御型武将，这也可以增加姜维出手追击的机会。还有就是5火的 SP 张飞是可以替相邻武将承受负面状态的，这也是姜维非常需要的能力。毕竟姜维是非常害怕被控制的，因为一旦被控制，就有可能会失去很多输出的机会。所以 SP 张飞的站位一定要贴着姜维来站，这样才可以达到保护姜维的目的。这些都是 SP 张飞可以为盾将带来的质变效果。高顺在这个队伍里主要是为了添加护盾，护盾除了可以保护我方队员外，另一个用途也是为了让 SP 张飞可以在开场就释放龙魂技，并马上激活，最终增减伤提升。专武高顺开场给的2个护盾，再加上贺灵提供的开场护盾，就足够让 SP 张飞在开场释放龙魂技。当然，你的 SP 张飞也要有5火，才会有这个技能。高顺的其他功能就是提升我方攻击最高武将的最终伤害和异常抗性，顺带也提供一点破盾眩晕的能力。不过有一点比较可惜的是，高顺怒攻的号令效果在这支队伍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，因为姜维无法怒攻，张飞的怒攻是单体，所以也只是吃到最小的增益而已。SP 左慈使用的是华佗羁绊，需要5火，负责的就是嘲讽、回血、回怒，提供怒气抗性，抵抗负面效果，反弹伤害，和为防御型武将提供幻象缩写。SP 左慈的嘲讽对于保护姜维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，所以姜维要避免站嘲讽武将同列，以免受到牵连。SP 左慈的反伤有时在队伍里也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。这支队伍有5个防御型武将，如果刚好这些防御型武将都在同一时间内，
达到 SP 左慈反击真伤的血量线，左慈集中爆发起来也是会很痛的。SP 左慈的反伤是全体，所以也能为姜维起到不错的压血作用。最后一位绑定的成员是水镜，作用自然就是复活、转移负面状态和保护防御型武将的怒气了。这些都是盾飞将目前为止无可替代的成员。至于最后一个成员，则可以在专武钟会、于禁和专武荀彧中做一个选择。使用钟会的最大好处就是有增伤，队伍的整体输出能力会更高，这是于禁和荀彧都给不到的。钟会的开场全体最终伤害提升其实很好用，陆服无人用钟会的原因是因为陆服钟会的增伤只能支援后排，而大部分的主力都是站前排的。国际服钟会的增伤不仅可以给全体，而且增伤的幅度也比陆服高一些，算是前期比较被忽略了的一块宝。钟会自身也有一定坦度，能依靠吸收后排回血的能力来持续回血，可以担任左慈的嘲讽位。实际上，他本来就是一个自带嘲讽能力的武将，所以让他来担任嘲讽位是再适合不过了。钟会自身的嘲讽也能降低被嘲讽武将对其他队友造成的最终伤害，为队伍提供减伤。整体来说，钟会能为队伍提供的能力是比较平均的。但比较可惜的是，因为盾飞将的最高攻是姜维，所以钟会给我方最高攻、怒攻附加伤害的能力就无法生效了。使用于禁的好处就是队伍会有更强的防御能力，而且于禁自身也有不错的生存能力，可以充当左慈的嘲讽位。于禁开局给全体施加的整军对群攻有减伤和暴击减伤，在面对吕布时特别好用。但缺点是若对面不带群攻武将，整军的用途就只剩下增加治愈率这个功能。于禁可以带给姜维的另一个能力就是削盾和破盾回血回怒的能力，这可以为姜维这个队伍里最脆弱的武将增加不少存活率，当然前提是对面要有人拥有护盾才行。目前的环境是不缺护盾的，因为高顺和 SP 张飞就能自产很多护盾，下个版本的女团也有很高的概率会有护盾，这些都是带于禁的优势。虽然 SP 张飞的护盾量很小，导致能吸收的血量也很少，但因为盾帛容易破，所以破盾回怒的能力也很好激活。破盾回怒的能力也让姜维有能长时间维持在高怒气的状态下，最大程度的降低对方减怒的干扰。若要说使用于禁有什么缺点，那自然是他会比较挑对手了。如果遇上吕布、姜维或拥有护盾的队伍，就会有很好的发挥。若遇上没有群攻的队伍，比如蜀突、女团，于禁的作用就会比较小一点。最后一位可考虑的替换成员是荀彧。荀彧只有在环境里有比较多控制的情况下，才会被考虑拿出来使用。比如你的环境里还有太多的火毒，那么你就可以考虑使用荀彧。毕竟荀彧不是防御型武将，生存能力在这个队伍里也会比较低。队里少了一个防御型武将，虽然会让 SP 左慈的反伤能力下降了一些，但荀彧驱虎吞狼提供的反伤，多少也弥补了一些缺失。荀彧的反伤虽然压血能力上比较弱，但他胜在能减伤，而且反伤的上限非常高。在面对战力比自己更高的队伍或者蜀突时，有时候会有奇效，详情可以去参考这部视频。另外，敌方被施加驱虎吞狼的武将对我方造成普攻、怒攻或龙魂技伤害时，也会随机为我方驱散一个减一状态。如果我方不存在减一状态，就会改为我方武将回血。这个效果如果加到吕布身上，就会变成是为我方驱散减一的好帮手。荀彧最后一个可为队伍贡献的就是怒气返还的能力，荀彧可以在释放怒攻后，平均的将所消耗的怒气分给除自己以外的所有队友。以上3位就是盾飞将最后一位可以替换成员，而这个位置日后可以在 SP 张辽上线后直接替换成 SP 张辽，进一步提升队伍的实力。战魂战灵配置，姜维可以带长驱瑶光，有无火张飞暴击率够，也可以带爆裂瑶光来增加回血。这支队伍只有张飞一个单体输出武将，
所以不必害怕带长驱瑶光会使对面没有增益可供转换。同理 ，SP 张飞在这里也不一定要带弱点瑶光，改带长驱瑶光也行。因为盾飞将对全体上减1的能力并不高，如果不带上几个怒焰瑶光，也不一定能将全部武将都维持在4个减1状态上。水镜带破釜舞曲，主要是为了提升异常抗性，水镜被控了，防御型武将就无法复活了。嘲讽卫带连携舞曲，其他可带怒焰瑶光，也可带防御型战魂战灵。队伍的站位方面有3种，但3套都离不开一个固定原则。SP 张飞一定要和姜维战同列，这样才能集中打在同一个目标上。水镜一定要贴着姜维战，尽可能的将姜维身上的异常状态都转移出去，让他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。有了水镜和 SP 张飞这2个贴身保镖，姜维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那么害怕控制了。第一个站位是姜维战第1列，如果你的 SP 张飞有无火，并且对自身的输出能力有信心，就可以这样站。这样站的好处是可以直接对准对面的主输出来打，但如果你的张飞还没有无火，就比较不建议这样站了。第二个站位是姜维战第2列，好处是可以避开对面最强的武将，而中间一向都是姜维最好输出的位置。SP 张飞站中间也可以替更多的相邻武将承受负面状态，但缺点是站5号位的姜维是吃不到山河海阔技能的，这个位置的姜维对异常和怒气的抗性会比较低，而且让张飞来吃山河海阔也没什么意义。最后一个站位是站第3列，其实这个站位才是最好的，因为可以挑最弱的一列下手，而且姜维也能吃到山河海阔技能。灵宠方面，出战一样是腾蛇或孵猪，日后这个位置还可以升级为兔子。助战就暂时带青鸾和酸泥，其中青鸾是必要的，最少也要有3星。酸泥则可以在日后替换成毕方，有了毕方后盾飞将的强度会更上一层楼。这支队伍的义工必须是姜维吃青鸾，因为姜维是队里最脆弱的武将，所以必须要依靠青鸾来保生存。善灵带鹤灵来增加前排坦度，战斗技能带山河海阔和羽化登仙来防鼠突和后续的女团。那么现实盾飞将的强度如何呢？盾飞将会比较害怕毒铝、脏水和火烧等队伍，因为青鸾无法挡真伤，面对真伤比较强的毒铝和火烧，姜维可能会英年早逝。面对同样是慢速队伍的脏水队，因为对方的控制太强，所以盾飞将也同样耗不过对手。但幸运的是，这些队伍早就已经不是游戏里的主流，所以盾飞将要上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么盾飞将对比鼠突又如何？根据自己3火 SP 张飞的测试，盾飞将在应对环境的能力上还是不如鼠突好用。但是同战力的盾飞将其实是有能力和鼠突周旋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